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迪迦尔康。今天的基片案例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百合网剧 Out of Breath。这是一堂关于失恋疗愈与自我认知的理论课。虽然是2019年的网剧，但依然能够触动当下东亚女童的内心。这么说来不是3年来毫无进步？嗨，不管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光哈？谈了女朋友，明明喜欢到想要告诉全世界，但不敢和别人说。出门约会，因为畏惧外界的眼光，无法坦然的牵手拥抱。又或者因为自卑而将自己封锁在小小的空间里，不敢享受广阔的世界。这一切的情绪都同样发生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部剧的主角身上。故事一开始，我们的小 T 就躺在自己漆黑的床上，不是说她这种短头发喜欢全黑床上用品的女孩子一定是 T 的意思，把自己关在漆黑的房间里，不分昼夜的闷头大睡。这种状态非常明显的说明了她现在的状况。是的，没错，她失恋了。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好朋友把自己从混沌里骂醒过来。在好友的训斥下，小 T 拖着身体从床上爬起来，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。虽然重点有点偏，但我有被种草到这个咖啡机。真正的好友刚挂下电话，就出现在了小 T 的家里，很难不觉得刚才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就站在门口。好感人的友谊。好基友看不惯这么消沉的小 T， 想要把他拽出去喝酒，却被小 T婉拒了。小 T 说：我不喝酒，绝对不喝，喝酒会误事。好基友愣了一会儿，马上就明白这个误事儿是什么意思。这不就是经典的戏码之喝多了给前女友发微信，给前女友打电话一顿猛哭。严重一点的人甚至会在大冬天只穿短袖去前女友家楼下流眼泪。导演真是太懂女童了。再看小 T 分手的原因，正是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。原来是某次小 T 在前女友公司接送他的时候，被前女友的同事们看见，在公司内引起了流言蜚语。到最后前女友对小 T 提起分手，理由就是那句模棱两可又让人无可奈何的太累了。听到这儿，好基友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这又不是你的问题，你又没有在公司和他热吻，怎么短头发就一定是拉拉嘛？那这样韩国满大街都是拉拉。说完这句，他还给自己补刀：要是韩国满地都是拉拉，对我来说真是好事儿。好心酸的寡王发言。这边小 T 更让人心酸，他认为分手自己也负有很大的责任，没有在女友被流言蜚语攻击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说明自己的内心，也为自己的女童身份而感到自卑。他自我剖析还蛮准确的。在小 T 陷入深深自责当中时，好基友扯出一个笑容缓解气氛，小 T 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把头靠在好朋友身上，感慨幸好我身边有你。没想到这一靠又靠出一个悲伤的故事。好基友的笑容在小 T 凑近他的瞬间收起，他垂下了头，神情低落。这里很明显能看出来，看似大大咧咧扮演着朋友角色的他，内心应该深深喜欢着自己的这个好友，但一直没有机会说出口。这位导演真的太狠心了，怎么能把最打击女童的2个要素都塞进一部剧里？反正此处埋下伏笔，后面还会继续一口刀子一口糖的推进剧情。为了帮助小 T 走出失恋阴影，他帮小 T 注册了约会软件账号，鼓励他再用约会软件寻找新的缘分。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，治疗失恋最好的方法1是时间，2是新欢。这天夜里，小 T 接到来自妈妈的电话，电话里头又上演了经典戏码之你一无所知的妈妈突然问起，那个和你好得不得了的好朋友怎么啦？最近怎么没有来家里玩啦？妈妈还蛮喜欢他的，下次可以和朋友一起回来玩呐。再次给我们失恋的小 T 心口扎了一刀，敷衍2句挂掉电话，开始 emo。这时候好基友帮他注册的约会 APP 弹出消息，又到了体现编剧极其深厚的女童指数的时刻。在约会 APP 里，小 T 收到来自男性发来的各种直白的约会邀请，翻了白眼他就删掉，直到他收到一条很不一样的消息，一切的缘分就从这条简短的打招呼开始。女性与女性之间在网上的初次交流总是非常含蓄，会考虑到对方的情绪。同样睡不着的2个灵魂，在一点点的新鲜感和一点点的忐忑中开启了第一次通话。我很喜欢这个细节，在接起电话以前，小 T 还特意清了清嗓子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，当我希望给人家留下好印象的时候，我也会下意识的清一下嗓子，调整一下声线。电话响起后，通话的双方都没有立马接通电话，在仿佛和心跳同频率的嘟嘟声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，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期待又忐忑的甜蜜氛围。下一幕视角转向电话另一头这边的女孩，与小 T 一样，小黄也刚刚惨遭分手，他的前女友抛下他，选择和男人走入婚姻。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的他没有朋友，只能在约会软件上排遣寂寞，但约会软件上总是有恶心的男人来假扮女人，在这里欺骗拉拉。我们小黄虽然失恋，但没有失智，马上意识到对面不像女生，就开始钓鱼。我最近5分钟来一次大姨妈，好烦啊，你呢？对方回答我6分钟来一次。不得不说，连这种常识都没有，还来装女人钓鱼，实在是让人无语。小黄干脆利落的删除拉黑举报一条龙，送走傻逼男。在约会软件上历经9981难后，终于和我们小 T 对上了电波。2个人浅浅聊了几句之后，小 T 就被小黄看穿自己是刚刚失恋，还在低谷期。小 T 自责像自己这样分手没多久就玩约会软件的人很渣，
但是他却被小黄温柔开解了。确实，女同之间的分手有时候不能跟家人诉说，也没有办法在街上大吼大叫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跟陌生人倾诉。不过说句题外话哈，我也看到有过不少拉拉吐槽，约会软件上太多女同都是刚失恋来找人倾诉的，会让想要真正在软件上找对象的人很烦恼。不过这是影视剧，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。小黄主动出击，提出了见面的想法，小 T 也不知道怎么脑子抽抽，把约会的地点选在了自己家，于是就出现了现在尴尬的一幕。虽然氛围有点奇怪，但是在小黄的努力下，两个人开始尬聊。小 T 向小黄分享了自己没来得及完成的约会计划，虽然计划都是一些在家里完成的事情，小黄突发奇想的提议，想要和小 T 一起每天一项完成他的约会计划。于是这两个同样失恋不久，甚至也才刚刚认识不久的人，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开始一件一件的完成小 T 那本没完成的约会计划。两个人一起在家里做蛋糕，一起栽种植物，尝试互相穿对方的衣服，一起为对方画画，一起看一部电影。在一起度过的这一天天里，两个人之间的了解也不断加深，彼此之间的笑容也越来越多，不知不觉中盯着对方挪不开眼神的情况也时有发生。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好，好到穿着睡衣在沙发上贴贴，好到小黄开始吃醋，好基友给小 T 拍的照片太过暧昧，好到控制不住亲吻对方的脸颊，好到情不自禁的紧贴双唇，缠绵拥吻。但没想到，在气氛最好、最让人面红耳赤的时候，小 T 的手机响起，收到了前女友打来的电话，一切的美好也因此戛然而止。暧昧被中断，两个人之间的气氛被一股不可名状的悲伤围绕。小黄也终于向小 T 坦诚自己失败的上一段恋情。他曾以为自己能和爱人相守、结婚，也为此考虑过永远留在澳大利亚。在一次次的抱怨我想结婚后，最终选择和男人步入婚姻。小黄放下一切，回到韩国参加前女友的婚礼，却发现在结婚典礼上，他的前任连一次都没有笑。那天小黄就暗下决心，绝对不要像自己的前任一样欺骗自己，妥协虚假的活下去。这段话既说的是自己，也是说给小 T 听。离开前，他含泪对着小 T 说，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你，但我再也不想谈躲起来的恋爱，我想要冷了就拥抱。虽然我也很害怕，但我想下一次在外面堂堂正正的和你约会，我等你。也是这一番话让小 T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，是要继续躲在家里过恋爱加加酒，还是直面自己的内心，在阳光下勇敢的相爱。最终依然是好基友点醒了他。中学时代是小 T 替好基友赶走了那些因为他是拉拉而霸凌他的坏蛋，错的从来都不是喜欢女生的他们，而是那些充满偏见的人。人生短暂，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下去才行。唉，心疼我们的好基友，在劝别人追逐爱情的时候头头是道，但是自己喜欢小 T 却不敢表达，只能在对方再次爱上别人的时候偷偷难过，甚至还要鼓励他去追逐别的女生。友情和爱情的天平一旦失衡，晃荡的情绪就难以停止。在这边吃了重重的一记刀子，那边却开始撒糖了。在被好友鼓励后，小 T 鼓起勇气拒绝了前女友的复合要求，决定不再把自己关在让人窒息的柜子里，自信、坚定、勇敢地追逐自己的爱情。在人潮汹涌的街头牵起小黄的手，从今后的每一天都不再自我欺骗地活下去。故事到这里也就收尾了。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鼓起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没有什么好怯懦的，爱本无罪。想要看原剧的朋友可以查看我视频下方简介里的介绍，去官方频道收看他们的作品，有中文字幕。喜欢百合相关电影、电视剧以及动漫作品的朋友们，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